今日就嚟講翻呢一本《原子時間》嘅 Part 2。唉，你哋係咪都會咁？明明諗好咗我嘅計劃，我要減肥，我要進修，我要自學日文。每次計劃嘅時候，我都係野心勃勃 ，plan 好晒所有嘅嘢，訂立好晒目標。但一到我想開始嘅時候，我哋一係攤咗喺張床瞓着咗啦，一係撳手機又碌咗成日啦。突然間就有呢樣嘢走埋，嗰樣嘢走埋嚟，處理完之後，我就唔知點解唔見晒啲時間啦。諗住聽日再做啦，結果聽日都係冇做。喺各樣呢啲被逼同埋冇被逼嘅耍廢時刻，我應該點樣做呢？唔使怕，我哋有原子時間嘅5種危機處理法，想知就睇落去啦。Hello 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做姐做咩啫呢個 channel， 我係阿做。今年新嘅一年，我決定開始一個新系列，就叫做做姐說書說書說說書。呢個新系列係專門為各位忙碌到冇時間睇書，但係又想增值自己人而設嘅。每一集我會精選一本個人成長或者對人生好有幫助嘅書，為大家解說裏面嘅精要內容，等大家可以用聽嘅方式去培養讀書同埋增長知識嘅習慣。如果你都想令人生有所改變嘅話，就快啲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同我一齊學習啦。好，唔講咁多 ，Let's begin。因為各樣臨時狀況而導致計劃生變嘅時候，好啦，當你根據你嘅目標，好認真咁樣去訂立好自己嘅計劃，例如係你嘅減肥計劃、運動計劃，甚至係進修計劃等等啦。尤其係當你好想好好咁樣利用放工後嗰4個鐘嘅時間，定好晒時間表，話俾自己聽，我每日都要做呢幾樣嘢。但係有時就係有好多臨時狀況，搞到你嘅計劃不能如期進行啦。今日要咗 friend 食飯喎，夜晚，咁食完飯就梗係去飲下嘢噶啦。咁飲啲嘢嚟，翻到屋企就梗係好夜噶啦。又或者今日已經 OT 到10點啦，翻到屋企已經11點啊，我真係好攰啊。咁點算好呢？喺呢個時候放低你嘅完美主義，只要做咗少少就當有做噶啦。例如你平時係會用1個鐘嘅時間，至少去背10個嘅外語單詞啦，咁你咪改成背1至2個咯。又或者你平時慣咗我要做30分鐘運動嘅，咁你咪改做5分鐘喺床上面都可以完成嘅抬腿運動咯。最緊要 keep 住有做呢樣嘢嘅習慣，唔好俾佢停，咁起碼都叫有進步啊。同埋千祈唔好諗住聽日先去做啊，因為你係一定唔會做嘅。今日唔做，咁因為聽日我就一次過背20個單詞，做1個鐘嘅運動。Oh my god！ 你諗到都覺得攰啦，係嘛？咁你到第2日自然就更加唔想做。要記住，完成度唔係重點，每日有做先至係第一重點。低潮或者無力感突然來襲嘅時候，好多人進行到你嘅計劃去到一定時間嘅時候呢，當你冇咗嗰種衝勁嘅時候，有時無力感或者嗰種低潮嘅感覺會突然間湧埋嚟嘅。有時就好似女人嚟 M 咁樣，1個月總係會有1-2次嘅。咁點算好呢？作者就教我哋有3個方法。第一，改變你嘅認知，呢個唔係低潮，而係離峰期。我哋冇可能24小時1星期7日都係最尖峰嘅時間噶嘛，所以遇到呢啲時期唔需要緊張，話俾自己聽，呢個只係暫時性嘅啫。有得高峰期，自然就會有離峰期噶啦。有離峰期就即係話俾你聽，下一個尖峰期好快就會嚟噶啦。所以喺呢個時候，我哋就要用第2個方法，減少事情嘅份量。冇錯，呢個同頭先嗰 part 係有少少似嘅。好簡單，狀態好嘅時候我咪做多啲咯，狀態唔好嘅時候咪做少啲咯。但係記住，千祈唔好完全唔做啊！因為當你完全唔做嘅時候，你明天咧就更加唔會想做嘅。然後結果咧，你個低潮期咧就會 keep 住延續落去嘅啦。最緊要咧係要改變你嘅心情。第3，唔好恐慌，記住要有充分嘅休息，有計劃嘅休息係必須嘅。千祈唔好覺得你煲劇啊、睇片嘅時間就係浪費咗時間，因為如果你經常係咁樣諗嘅話呢，你會經常就會想壓縮自己嘅休息時間，唔係淨係瞓覺先係休息噶，能夠達到充電效果嘅休息先至係好嘅休息，並唔係虛度時間噶。相反，plan 好你嘅休息時間，會令到你更加期待呢一個時間，亦都會更加推動到你去完成之前嘅工作，等你之後可以更加安心咁樣煲劇、打機、睇戲。3，再點樣努力都係唔滿意嘅時候，會產生呢個情況，主要係有2大原因。第一個，因為你淨係諗唔做，行動跟唔上你腦入邊嘅節奏。
有時你明明諗住 weekend 嘅時候我會做呢樣做嗰樣，但係結果咧你都係攤咗喺床上面廢啦，碌手機啊，全日就無所事事，乜都冇做過。到夜晚你會覺得，哎呀，我又浪費咗全日嘅時間啦，而覺得非常之可惜，然後心情又好焦慮。與其喺度自怨自艾，唯一嘅解決辦法就係每次當你知道自己將會有呢個感覺嘅時候，第一件事就係唔好諗咁多，即刻去做。無論你係要做運動又好，進修又好，甚至乎好似我咁，決定要開個 YouTube channel，就即刻落手做啦。乜都唔好理，乜都唔好諗，最緊要開始咗先。第二個原因，有行動力，但係野心太大。呢個正正就係我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呢條片我喺呢個復活節假嘅時候 plan 住要拍噶啦，成個復活節假連埋自製假期，總共係有6日嘅。結果呢條片係今日最後一日假期先至拍到啦，份稿都係琴日先至寫完啦，仲要只係初稿嚟嘅啫，好多嘢都未諗晒嘅。但係最緊要喺呢個 moment，我要放低自己嘅完美主義，放低少少自己嘅野心，話俾自己聽，最緊要我都喺呢個假期裏面完成咗拍呢條片嘅呢件事，只要可以持續落去，速度並唔重要。然後基於呢2個原因，作者又俾出咗一個反省演算法。呢個反省演算法咧，就要令我哋避免過度嘅自責同埋合理化。首先我哋要問自己3個問題。A 就係點解我哋冇按照計劃進行呢？到底係乜嘢阻住你呢？如果係計劃有變嘅話，我哋應該預先揾出問題嘅所在，對症下藥。咁樣你係知道個計劃會變嘅時候，就預先去修正計劃。例如重新編配時間，將你嘅目標事項濃縮咗佢啦，又或者好似頭先講嘅減低佢嘅份量都要完成。又或者你同我一樣係意志力非常薄弱嘅原因，咁我哋就要努力咁樣諗下，到底係乜嘢原因令到你會意志力薄弱呢？或者我諗對大部分人都係一樣，就係個手機啊！好多時我一朝早起身嘅時候，我明明係要諗住我要做好多嘢嘅，我要睇書啦，我要做運動啦，我要冥想啦，blah blah blah。起身嗰下真係好難嘅。2，我好習慣性地第一件事就係望手機，然之後就會習慣性打機啦，或者係碌 IG 啦。結果明明我有成個鐘嘅時間，我都用咗嚟撳手機。唉，所以我要對症下藥，就係我而家改咗用一般嘅鬧鐘，唔係用手機嗰個鬧鐘。然後臨瞓之前呢，會先將個電話倒轉咁樣吸翻落個 phone case 度啦，然後塞落去個櫃桶入邊。呢個方法咧，無論係我朝頭早起身啦，又或者係我需要安靜要專心嘅時間，我都會咁樣做嘅。B， 問題其實係咪在於我根本就駕馭唔到呢樣嘢呢？如果問題係在於我即使努力咗都冇辦法改變嘅話，咁不如就快啲忘記佢啦。對於冇辦法改變嘅事情，我哋深陷自責嘅深淵。哎呀，點解我會咁樣唔得？哎呀，點解我咁渣？哎呀，點解我乜？點解我乜？過度糾結反而會令你更加難走出嚟，更加難進步嘅。不如試下改變方向，或者你會更加快做出成績呢。C， 我係咪喺可行嘅情況下已經盡咗全力呢？要記住，人本來就冇可能100% 跟住個計劃走噶啦。又想維持原本嘅計劃，但係有時又想配合下周圍嘅環境，權衡之下難免會有時俾咗自己好大嘅壓力。但係同時亦都要注意，千祈唔好過度咁樣自我合理化，咁你個計劃真係經常變嘅話，咁又有咩意思呢？例如，哎呀，我明明要減肥嘅，但係新入職嘅公司聚餐揀咗喺韓式 BBQ 啊，勁多肉勁多油，咁點搞啊？但係間公司新入職，我冇理由唔去噶，咁樣好唔識做啫。咁喺呢個情況下，你可以點樣盡力呢？真係唔想拒絕嘅話，其實你可以選擇照去，但係食多啲菜少啲肉，酒咧就盡量飲幾杯咪算咯。咁既可以參加聚會，又可以盡量配合翻你嘅減肥計劃啦。其實只要快速咁樣掌握問題，及時修正策略嘅話，我哋都可以過得好自在踏實。與其喺呢啲位捉實自己唔放，不如轉化我哋嘅行動，盡咗力咪得咯。即使唔完美，只要盡咗力就值得自豪。4，意志力唔夠而過度合理化嘅時候，我諗大部分人一生之中最需要燃燒你嘅意志力啊、鬥志啊，不外乎係公開考試啊、考牌啊，甚至大型比賽或者係 present 咁樣。呢啲時候我哋通常都要發揮嗰種爆發性嘅專注力，每日不停咁溫書啊，不停咁樣準備啊。咁但係呢一啲嘅時刻係有期限噶嘛，只要過咗我哋就可以休息噶啦嘛。但係人生係冇噶。
減肥啊、運動啊、進修啊，要想啟動我哋嗰個強烈嘅意志力，克服我哋嘅惰性，係真係要花費好多嘅精力，諗起都攰。但係養成習慣嘅行動力就唔需要啦。例如嗌嘢飲就習慣性嗌少甜走甜，返到屋企就習慣性開呢個好優美嘅音樂，坐喺張好舒服嘅梳化上面睇書 ，enjoy 我嘅生活。同意志力相反，行動力嘅養成反而係越自然越舒心越好，越唔刻意越好。除咗意志力唔夠，有時我哋都會過度咁樣自我合理化，例如我就係咁冇自制力噶啦，又係咁啦，我就係咁渣噶啦。好多時我哋個腦處喺呢一個狀況嘅時候，除咗不停咁樣貶低自己之外，有時你係會想去開始嘅，但係好多時喺呢個 moment，我個腦喺行動之前啦，會不其然諗太多嘢。我咁樣係咪做得好啊？陣間我呢個動作又要點樣做得先係最好啊？有時唔使對所有事情都卯足全力。你諗下，有時啲嘢都未開始，你就喺腦入邊打交。喂，咁樣攰都攰死啦，都未開始啊，力氣已經少咗一半啦，興致都冇咗一半啦，係嘛？有時唔係意志力嘅問題，係心情嘅問題。所以作者又係叫我哋，當你感覺開始唔想做之前，就要即刻去做。又或者當你又喺度自責嘅時候，就要即刻同自己講，我又喺度亂諗啦，唔好諗啦，而家即刻做啦 ，Let's go。最後想要放棄嘅時候，首先作者喺度澄清一樣嘢，放棄唔係失敗，而係決定之一。每次想要放棄嘅時候，問自己3個問題，冇錯，又係3個問題。1，你係咪覺得唔開心？你諗下，每日返工喺工作崗位上面要做嘅嘢已經夠多、夠煩、夠大壓力噶啦。如果連放工之後做嘅嘢都令你唔開心嘅話，咁做嚟仲有咩意思呢？不過喺度，你有時都要諗清楚，到底你係覺得麻煩而唔想做，而係真係覺得唔開心所以先唔想做？第2，長期嚟睇係咪冇正面嘅成果？當然有啲嘢做落嘅時候係唔開心，但係持續落去，你係一定會見到成果嘅。一啲好典型嘅例子，例如做運動啊、自我充實嚟進修咁樣，呢一類嘢多數都係做嘅初期啊，你會覺得好痛苦嘅。我自己一開始都好唔中意做運動嘅，但係又無可否認，每次做完運動嗰種好爽嘅感覺，原來我又做到我一啲我成日諗住自己做唔到嘅嘢，嗰下嗰個開心嘅感覺、滿足嘅感覺，即係對我嚟講呢個都係一個正面嘅成果。又或者好似我做 YouTube 咁樣啦，每次要諗嗰段片寫稿嘅嗰個 moment，有時真係唔係咁好受嘅。又或者其實剪片都係一個幾厭惡性嘅工作，但係當件事出咗嚟之後呢，睇到條片最後出嚟嘅成果啊 ，share 俾大家睇，我學到嘅嘢啦，我覺得有用嘅知識俾大家，我都會好有成就感嘅。咁但係你就要諗啦，如果我要放棄呢樣嘢，我就會放棄咗呢件事最後出嚟嘅成果帶俾我嘅特別大嘅喜悅咯。我係唔係真係想放棄呢？第3，你做嘅呢樣嘢係咪淨係對人哋有好處呢？咁你自己呢？如果頭先嗰2個問題你嘅答案都係否定嘅話，咁就冇需要再答第3個問題噶啦。因為若然呢件事對你嚟講1無樂趣，2無好處，咁3呢件事淨係對人哋有好處嘅話，咁對你嚟講就一定係一個犧牲嚟噶。就算係做義工啊，如果你係喺做義工嘅當中，你係得到自信滿足嘅話，咁當然冇問題啦。但係如果對你嚟講呢件事又冇價值，只係為咗對方或者人哋付出嘅話，與其係咁辛苦又浪費時間，不如果斷放棄，做翻一啲你自己有興趣做嘅事啦。呢度呢，我覺得作者佢講得幾好嘅，佢就話有時呢啲並唔係半途而廢。好多人呢，以前受嘅教育呢，都係覺得半途而廢係唔好嘅，但係其實如果你係認真去了解過呢一件事，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先至選擇放棄嘅話，其實呢個都係一個自我了解嘅過程之一嚟嘅。即使係挑戰到一半而放棄嘅經驗，呢個經驗都係好重要噶。要記住，經驗永遠都係成長嘅資產嚟噶。不過都要喺度提醒一下大家，千祈唔好喺你壓力爆煲嘅時候做決定。記住，先冷靜一下，然後再諗下頭先嗰3個問題，最後你先有嗰個決定啦，再去放棄都未遲啊！人生只有一次，唔好成日留戀喺已逝嘅光陰。
與其不斷自責，不如着眼當下，並且思考一下點樣更充實去運用未來嘅時間啦。嘿，好啦，以上就係分享俾大家5個想耍廢嘅時刻應該點樣處理嘅5種危機處理手法。完成度唔係重點，每日有做，持續做落去先至係最重要嘅。就好似另外一本暢銷書《原子習慣》入邊所講，唔一定每日要比琴日犀利，每日進步1%，1年之後你就進步咗37倍。就算你嘅野心好大啊，但係 compare to 你未開始之前，一定係有唔同嘅。我衷心祝福睇到呢度嘅大家，你哋嘅目標一定會完成到嘅。記住幫我撳埋個 like，share 俾你覺得有需要嘅朋友。衷心祝福你，人生自由，財務自由。好啦，最後記得 subscribe 埋我嘅 channel， 撳埋個鐘仔，仲有 follow 我嘅 IG。大家我再睇到有啲咩正書再同你哋 share 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點解你入嚟要轉咁多聲？嗱，抬腿運動咯，呢個着緊上褲，所以。